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6月5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地毯经济是中国经济困境的药方吗？这个地毯经济现在很火，在国内到处在刷屏那么我们之前讲过一个题目但是没有展开讲地产经济，而是从一个人口的角度去讲为什么会有地产经济。我们今天怎么讲呢？今天我们来分析分析地产经济的，从政策的角度来讲它这个政策是怎么产生的，它的原因是什么，背景是什么，然后它的影响是什么，我们来从这个政策角度来分析我今天会从3个角度来分析，第一个政策产生，第二个政策分析，第三个政策影响。我先讲政策产生那么5月27号中央文明办宣布那么今年全国文明城市评测指标中明确要求不把这个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列为文明城市考核的内容。然后就是要推动这个恢复经济秩序，满足群众生活要求需求。那么这是一个背景中央文明办是中央文明委的办事机构中央文明委是中央精神文明委员会那么它其实是啥都不干，只干2件事。第一件事，评比全国文明城市评比全国文明城市呢，是由文明办做的这个动作。为什么这个动作很重要？因为全国文明城市的这个评比会纳入官员考核绩效，所以各个城市的领导都很重视很关键对他们来说，对他们的仕途影响很大。所以全国就会有一个机构叫城管，城管就大力抓这个流动商贩，所以大家经常看见有视频说这个城管欺压这个商贩发生过很多血案。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官位官位。所以这是一个。那么文明办取消把这个放到这个考核指标里面去，也就意味着什么？也就意味着流动商贩或者是马路市场或者占道经营在城管的考核指标里面就消失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政策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5月28号总理李克强在他的两会的记者会上讲他说这个他举了2个例子，讲到失业问题的时候，他说回想改革开放之初，大批知青返城一个大碗茶解决了多少人就业这是一个例子。另外一个例子，他说西部有个城市，然后设置了3.6万个这个流动商贩摊位，结果一夜之间就有10万人就业然后李克强这番记者会之后，这个地摊经济就开始刷屏各种就是基本上你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宣传机器就在疯狂的推这个地摊经济然后就是各种鼓励都出台全国范围从成都、郑州、长沙、西安、大连、南京、青岛陆陆续续都开放这个地摊经济。李克强6月1号到6月2号去山东考察，一个是青岛，一个是烟台。然后他就说他在山东说这个地摊经济、小店经济是就业岗位的重要来源，是人间的烟火，和高大上一样，是中国经济的生机。然后这就全国就开始推这个全国性的推动了。他们现在推动是怎么推的呢？用城管去推让城管去推这个
而且这个中国的事情啊，这个权力一介入呢，就齐抓共管，各个部门就开始摊派。这个一个城管要拉5个摊贩，以前是抓5个摊贩，现在是拉5个摊贩，很魔幻，非常魔幻。大家可以看到很多魔幻的景象啊。那么以前就是广东话叫走鬼啊，走鬼，就是那些流动摊贩一看见城管来就逃跑，这种跑叫走鬼啊。总之呢，就是分配任务，全国都在推地摊经济啊。那么总结一下，经济不好啊，用地摊经济来解决问题。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啊，地摊经济是谁在主推？李克强啊，李克强在主推地摊经济啊。那么核心的目标是什么？核心的目标就是就业啊，就是就业。样子不好看，但这也是从李克强的角度来说，这是没办法的办法啊。他手上资源不多啊，虽然他是总理，我们后面解释他为什么资源不多啊。好，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政策。那么一季度经济跌6.2%啊，那然后比预期高。第二季度呢，预期的反弹没有出现，底部在哪还不知道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从3月1号开始，中国经济开始重启，整个的效果不理想。原因是什么？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4月份开始，外部需求就是外贸订单就没了，因为欧美经济开始受到疫情的重创，所以出口单子就没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内部需求没起来。最近有网友给我提供信息说这个他是一个做餐饮软件的啊，找我说他们的数据说他们门店用他们软件的门店，这个餐厅已经恢复了将近80%的生意。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这是第一个用他的软件的餐厅肯定都已经活下来了，那么活下来不一定就这是第一个。那倒掉的就不说了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恢复，那是不可能有这么80%以上，这是开国际玩笑啊。那么当然这里面也有维稳因素啊，这工作做得很透彻啊。这是第一，内部需求没起来，外部需求没有了，内部需求没起来，内部需求没有起来，就没有办法把这个整个的经济从低谷带起来。这是第二，就是经济重启的效果很差啊。第三，内部需求没有办法通过刺激内需来解决，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中国家庭的家底这些年已经掏干了啊。为什么？你看哈，原来中国的储蓄率是很高的啊，那么中国的高储蓄率一直是中国经济成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但是这些年从90年代开始啊，从朱镕基开始刺激内需啊，刺激内需其实就是花老百姓的储蓄，让老百姓把钱花出去，先是买房，然后是买车，然后是各种各样的买。那你看现在的这个储蓄啊，这个家底也掏得差不多了，这是一头啊，所以中国的储蓄率实际上一直在下跌，跌到了30%多了啊，这是从70%多一直跌到70-80%，跌到了30%多，所以这个刺激内需的这个影响呢，效果呢是很差，这是一头。还有一头就是关于李克强讲那个1000块钱，6亿人一个月收入不到6000块，这个数据啊，这个数据其实蛮震撼的啊。但是我们把这个数据再重新梳理一下，你可以发现，我觉得李克强肯定是看了这个报告啊，
这个报告对李克强推这个地摊经济有很大的影响，我认为，因为他用的就是这个报告里的数据啊。我们看一下城市，我们之前讲6亿人口75%在农村啊，也就是说整个农村居民或者是农民的收入其实是非常低的啊，低收入都是低收入人群啊，农村市场不用指望，对中国经济来说，农村指望对中国经济没有帮助啊，这就是我一再强调的，这就是中国最大的种族歧视就发生在中国啊，中国的穷人90%在农村，这是第一头。第二头，我们来看一下城市的收入水平，你就可以看一下，其实城市的居民的收入也没那么高啊。什么情况呢？低于1000块，就是李克强说的这个有25%还在城市，是多少呢？ 1.5 亿人，城市里面有 1.5 亿人的月收入是低于1000块啊，1000块到2000块是 1.73 亿人啊，也就是说2000块以下的人口有多少呢？有3亿2千万，3亿2千万人口是2000块钱以下收入的人群，3亿多啊，3亿多。然后呢，2000到5000，国家统计局定下来的标准，中国的中产阶级，所谓的中产阶级其实收入也不高，就是2000到5000之间，有多少人呢？ 2.38 亿。就是2.38亿月收入啊，平均月收入啊，就我们大数2.4啊，2.4亿人口是2000到5000的中等收入人群啊，然后5000以上的人群有多少呢？只有5000万，中国整个城市里面收入超过5000以上的只有5000万月收入啊，月收入。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水平，所以你把这个数据拿来一看，你刺激什么经济呢？你怎么刺激经济？刺激内需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通过刺激内需来带动经济，你看这个收入就是这个水平，怎么刺激经济？刺激不动啊！这是一个方面啊，这是一个方面，内部需求不足，老百姓其实没啥钱啊。好，第四个问题，中国现有的宏观经济政策手脚五花大绑，可以操作的空间不大啊，而且效果不好，不能解决现在的核心问题，就需求不足的问题啊。我们讲两个政策，第一个政策货币政策，受制于这个资产价格啊处于高位的这种敏感的状态啊，它不可能有太多的动作啊。货币政策这一头，货币政策基本上你看人民银行从疫情到现在，全部都是绣花政策啊，都在那绣花啊，各种绣花，哎，这没有大动作，全是绣花的小动作啊，都到了绣花的地步了啊。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动不了。财政政策什么样？现在财政政策火力全开，财政政策疯狂发债，各种债使劲发，但是发出来的债并没有拿去大量的做投资啊，没有刺激经济的政策，其实拿去干什么了呢？全部拿去养人了，去解决人头费的问题。因为地方政府现在财政困难，经济回落的这么严重啊，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跌得很猛，没办法维持日常的运作，于是呢，财政政策火力大开，使劲发债，发来的钱给地方政府养人，否则地方政府连工资都开不出来。所以宏观经济政策无所作为，就没有对经济没有帮助，宏观经济政策没有办法把经济从低谷带出来啊，
这是第四点。第五点，当前中国经济具有全局性的问题是什么？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中小企业倒闭，多大规模？千万级的中小企业在倒闭啊，这是第一个大问题。第二个大问题，由于中小企业的大规模的倒闭，导致什么？导致失业，城市的失业。中国的失业讲的全是城市失业，中国没有农村失业，中国的农民不失业，只要他有块地就不算失业。所以中国的失业讲所有的失业讲都是城市里面的失业。中国的城市失业率啊，有人说20%，有人说30%，反正我认为30%、20%以上是没错啊。然后数以亿计的人在城市里在失业，城市里的失业比农村的失业可怕的多，因为他没有退路，特别是城市白领。为什么？因为他回不去，没地方去，所以城市就业比农村就业的问题要严峻得多。他真没饭吃，他就会饿死。农村没饭吃，你后院种的粮食，后院种的这个菜还能吃一下。城市没有退路，所以这个情况就非常严重，而且火上房啊，它会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那么这两个问题呢，这两个我讲的影响全局的经济问题呢，都没有办法用宏观经济政策来解决。为什么？你刺激投资也好，增加货币供应也好，这一类的经济政策，它对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有帮助。你比如说，你增加基建投资啊，一增加基建投资，马上什么？钢铁需求上来了，水泥需求上来了，各种基础材料、原材料的需求就上来了。那一投资，你什么几万亿扔下去，一做基建投资，这什么啊，挖掘机的需求上来了，钢铁啊、路轨啊，这些都上来了啊。这对它影响的是什么？第一产业跟第二产业。对于我们讲的这些中小企业是什么？大部分是第三产业，就服务业。那么服务业你投那些对这个没有影响，没有帮助啊，所以呢就没有办法解决当前最核心的问题啊，这是第五个。第六个，所以呢，目前中国找不到一个政策一口气能够搞定几亿人吃饭的问题啊，或者几亿人工作的问题。李克强的这个地摊经济倒是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啊，就你传统的方法是解决不了现在1-2亿人在中国的城市里面失业的这个问题，传统的办法都解决不了啊。地摊经济倒是可以让这1-2亿人忙活起来，这是没问题啊。就李克强的想法是什么？李克强的想法就是先让这1-2亿人有事情干，先干起来再说啊。那么你挣着钱了呢？这不是天天说很挣钱，一天能挣1-2千块钱吗？啊，你挣着钱了呢啊，那你养活自己，那我的任务完成了。你要是没挣着钱呢，那是自己的问题，不是政府的问题，是你没办法挣着钱。大概就是这个逻辑。这个政策的背后的逻辑是什么？那我现在呢，以前呢不让大家摆地摊，因为你能找到工作，不让你摆地摊啊。现在呢，你找不着工作是吧？好，我让你摆地摊。摆地摊，你能摆地摊，你能养活自己，养不活自己，怪你自己吧。这就是他这个政策背后的逻辑啊。所以为什么李克强一直在讲帮扶？他对这些人，中小企业也好，对这些失业人口也好，他一直用的词儿叫什么？帮扶。我是帮你，我是扶你，我没责任的啊，我都是恩惠，全是恩惠啊。这词儿我经常骂过很多啊。好，我讲讲第三，我们来讲讲这个政策的影响啊，政策影响。第一啊，这个政策看上去是有点难看啊，有点打脸啊，就是
你前面讲大国崛起啊，天天讲厉害了我的国啊，又是这个国家重器啊，又是这个，又是高大上啊，又是一带一路啊，是吧？你又搞一带一路，你把钱都往海外投，其实你翻过来一看，其实你现在厉害国，你现在搞地摊经济，什么情况啊？这个是打脸啊，非常打脸。你现在讲这个习近平他讲小康社会，小康社会摆地摊儿，这不是打脸吗？啊，你还说什么这个扶贫攻坚？扶贫攻坚你有6亿人口，一个月1000块钱，一个月1000块钱的收入，其中还有多少？我再讲一下，这个很吓人的啊，500块钱以下的收入有多少人？2亿。500到800块钱的收入有多少？2.2亿。就李克强的这个报告的数据里面的，不是李克强用的这个数据的报告里面是这么说的。还有570万人口，中国全国啊，全国有570万没收入的人群啊，没收入570万，中国的民政局都不救他们的，就包括500块钱也好，500到800块钱也好，都1分钱都没给过他们的，这就是中国啊！你还在那里讲什么？那1000块钱以下6亿，上来就6亿，你想吓死人吗？啊，所以这个李克强这个1000块钱以下6亿这数字一出来，这习近平这戏没法唱了，对吧？你想想，这头喊大国崛起，这头天天喊社会主义优越性。习近平现在经常他讲的两句话，讲的最多的2句话是什么？第一句话，加强党的领导，这所有党的同志都爱听啊，加强党的领导，这第一个。第二句话，我们要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结果你发挥了40年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结果你看搞出地摊经济来啊，然后你发挥社会主义优势制度优势发挥了40年，结果什么？结果你有6亿人口，一个月收入不到1000块钱，什么情况？这不是打脸吗？然后你还做出郑重的承诺，2020年要实现小康社会。你刚刚写完什么？他刚刚在《求是》杂志上面发表一篇文章，意思就是那篇文章意思就是，其实呢，我们小康社会已经实现了。这话音刚落，李克强一句话把这个事给捅漏了。这戏就怎么唱，你还是怎么唱？小康社会，然后你还扶贫攻坚，如果你按照你扶贫攻坚的情况来看，你至少还有800块钱以下算贫困户吧，一个月收入800块钱，你人均 GDP 都已经到了1万美金了，都超过1万美金，那800块钱还不是贫困户？800块钱贫困户都得多少人？4亿2千万人，4亿2千万人，你扶个贫攻个坚，再攻10年也攻不完吧？所以这个情况所以这件事情一出来，实际上是在打脸啊，打脸。所以在政治上来说啊，这件事情在政治上来说是扣分的啊，丢分的啊，而且会影响很大，会产生很大的政治影响。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但是呢，这个政策呢，地摊经济这个政策呢，的确是能让这几亿人、这几亿失业的人，或者是低收入的人忙活起来啊，这比坐困愁城强啊。那么也对这个经济有一定的刺激。你想一下，几亿人，至少有2亿人在那忙活进货吧，搞这个搞那个吧，他们一忙活起来的，这经济但那就是经济活动啊，有经济活动了就有帮助啊，这是第一条啊，这是第二条啊，第三条，但是啊，这个我们所有的事情都会有个但是，这是辩证法。这个政策毫无疑问有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什么后果？消费降级
我们之前讲，经常中国经济的语境，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当中，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的语境之下，有个经常用的词叫消费升级。消费一升级，所有的东西都会，当消费升级成为一个预期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会往上调啊，就比如说投资啊，比如说规划，你都会往上调。往上调什么概念？消费升级往上调什么概念？就是你不断的在盖购物中心啊，修购物中心。但是呢，当你这个消费降级发生的时候，那会影响什么？那会影响很多的投资，就是你对经济的预期会产生重大影响。为什么？消费降级，消费降级一出来，这个东西一变成现实的时候，那对整个未来经济的预期都要调整，这影响是深远的，非常深远啊！这件事情就是你想一下，如果你是一个项目经理，你去做这个项目的时候，你所有人都会做一件事情，做什么事情？就是背景分析，宏观经济的分析，就是说经济增长怎么样，未来5年经济增长怎么样，未来3年经济增长怎么样，然后到我们这个地方，这个项目所在的城市或者项目周边地区有什么影响有什么未来的预期是怎样？大背景是什么？中国经济未来预期怎么样？地摊经济首先带来的是消费降级的概念，它会影响所有的人对未来中国经济的预期，这个影响是深远的。你做投资，你一看又预期这个消费降级，就不会很好。这是第二个啊，这第二个就是它对未来的投资，对整个中国经济的吸引力是影响很大的啊，影响很大的。这是第二个啊，这第三个了啊，第四个，地摊经济不是没有负面影响的啊，负面影响非常大，它会冲击什么？地摊经济将会对零售业产生重大冲击。你想一下，你在地摊上啊，你在商场里啊，一件衣服不多吧，70、80块钱，结果这个跑到地摊上，同样的东西10块钱，你去买哪一个？不管你有钱没钱，这不是说有钱没钱的问题，有钱没钱都不买10块钱，对吗？所以它对零售业的冲击非常大啊，非常大。你的地摊经济一遍地开花，那零售业那就是噩梦一场，噩梦一场啊！那我们对经济零售业是这样，地摊然后是叫什么这个店铺啊，店铺，然后是商场，然后是购物中心，它是这样的啊。以前是这么个升级升上来的，从地摊，然后到店铺啊，然后到商场，然后到购物中心，这一路升上来。所以中国过去10年，各个城市都在盖购物中心，盖了无数的购物中心。盖购物中心有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的确中国居民消费开始转什么呢？消费形态跟什么有关系？跟交通工具有关系啊。当交通工具变成了什么呢？变成地铁和汽车的时候，这2个成为一个主要的交通工具的时候，那么购物中心就成为什么呢？消费场景，主要的消费场景啊。因为坐地铁跑到商场去，开车一家老小跑到商场去消费一天，变成了中国城市人口主要的消费模式啊。我们就讲升级是怎么升上来的，从地摊到商场到从地摊到店铺到商场到购物中心啊，然后就盖了很多。那当然地产商也有这个需求啊，地产商你看他通过卖房子挣了很多钱，如果他分配利润的话，意味着什么？
分配利润要交大量的税，那怎么办？他就盖一个购物中心或者盖一个大酒店，把所有在地产上挣到的钱放到这个购物中心或者是酒店上去。这样呢，它就是利润变成什么呢？变成资产。我卖资产不交税啊，卖资产不交。但如果我把这个房地产的利润分配，我收到装到我兜里，哎，这个要交好多税吧？我印象中是至少交24%吧，有的时候应该交33%的税。你愿意吗？当然不愿意。那怎么办？我盖个购物中心嘛，或者我盖个酒店嘛。所以你可以看城市里面酒店越高级的酒店越盖越多，然后这个叫什么购物中心越盖越多，因为购物中心它把利润全部转移到购物中心上面来的时候，它就变成一块资产了，然后把股份卖掉，或者把这个它就不用交税了啊，这地产商的动力，但是需求也是在的啊，这个需求也是在，但是你地摊经济一来，那这个零售那就是一场噩梦啊，零售就是一场噩梦，那对宏观经济也会产生冲击啊，宏观经济会产生冲击啊，大概就是这样啊。那么总结一下，地摊经济啊，它的着眼点是什么？着眼点就是就业啊。对于李克强来说，就业现在是救火上房，它是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它也是个严重的政治问题，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李克强没有选择啊。但是呢，它对整体经济有没有帮助？帮助不大，也会对零售业造成重大冲击啊。大概这是一个什么呢？这是一个杀敌1000自损800的政策，没办法啊，没办法的办法。那为什么李克强会出一个这样的招呢？这个招可能是个没办法的办法，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原因呢？就李克强手上资源不多，怎么说呢？习近平抓权主要是抢谁的权？抢李克强的权，不给把李克强手上的权力全抢走。怎么个抢法呢？宏观经济管理部门的所有的部门，他把它装到哪里面去了？装到2个委员会里面去。一个委员会是什么呢？一个委员会是深改委，另外一个委员会是什么？另外委员会是金融稳定委。这2个委员会呢，一个是管金融，一个是管差不多是个小国务院啊。这2个委员会呢，把所有宏观经济管理部门的全部装到这里面去了。然后这2个委员会呢，制定宏观经济政策。那你想一下，宏观经济政策在这2个地方去制定，那李克强你要解决就业问题，你不能用宏观经济政策来解决就业问题，因为你工具都不在你手里，工具跑到那2个委员会里面去了，所以他就基本上李克强就管不了宏观经济。你管不了宏观经济，你又得搞定就业问题，因为他是总理啊。他是什么呢？他是做不了决定，但是又要承担这个后果的人，就是很倒霉。李克强比较倒霉，就是失业问题是整个经济政策的结果。哎，这件事跑到他面前来了，为什么？失业问题跑到他面前来，但是他又没办法去用宏观经济去刺激经济啊，想办法这里调整一下，那他又没有这个工具在习近平手里，在刘鹤手里，刘鹤管这2个委员会，但刘鹤完全不懂经济，他觉得刘鹤乱来搞得经济一塌糊涂。大部分的责任，中国经济政策的主要的问题都应该由刘鹤来承担，因为刘鹤管这2个委员会，主要的宏观经济工具都在刘鹤手里。所以但是呢，刘鹤又不承担这个后果，失业问题得李克强来解决，因为他是总理，所以他有点惨，他就没有办法。地摊经济是什么？就是一个这样的没有办法的办法啊，结果就跑出一个这样的东西来。但是毫无疑问，
李克强呢，也是怎么说呢？也是叫什么？没有办法的办法，就搞了一个这个东西来。我们再观察观察吧。是这样，你这个城市里面有1万人在摆地摊儿啊，这1万人可能就勉强能够糊口。如果这个城市一口气来了100万人在摆地摊儿，我估计这100万人里面可能有2/3的人是挣不着钱啊，就是这么简单啊。那如果这个城市一口气来了200万人摆地摊，本来100万人已经很极端了，这200人或者300万人在摆地摊，是什么情况？那这个城市就是不仅摆地摊挣不着钱，商场也挣不着钱，商铺也挣不着钱。我们就放长双眼看吧。虽然我们在这个很多视频当中看到很多吹牛说那个摆地摊能够买车买房，我就觉得这个叫什么？这个宣传部门、宣传机器已经没有地线，就是他们已经把中国人洗脑洗的已经将近弱智状态了啊！就是说这都能信啊，这都能信啊！所以这个问题，反正我们讲，一地鸡毛是一定的了啊，但是只是现在这个地摊经济的效果是不是能够维持啊？维持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至少得让这1-2亿人在城市里忙活，有一口饭吃啊！别说挣钱，我们不说挣钱，把自己这一家人养起来，能不能办到？怕就怕在哪里哈？我们说这个本来1000人啊，1万人在摆地摊，这1万人大概都能够吃饱肚子啊。结果你来了100万人在摆地摊，我担心的是什么？这些人辛辛苦苦拿剩余的一点点钱，因为这些摆地摊这些人都是穷人啊，把他的这个最后的一点钱拿去进货，结果卖不出来钱，没卖掉怎么办？你以为摆地摊容易啊？摆地摊一点都不容易，很难的，很困难的。摆地摊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动作啊。那你怎么办？这个事情我们还要看多久？不用看很久，3个月，你就看3个月吧。3个月是什么意思？这3个月就他们把这些钱全部花光。如果他不能把钱挣回来，还有盈余的话，他的地摊也摆不下去。如果这些人摆地摊都摆不下去了，怎么办？那就问题就严重了啊！这就是一拍脑袋觉得这个挺好，搞吧，就是这个政策啊。好吧，我们今天就把这个地摊经济进行了一个从政策的角度进行一个分析啊。那么我们今天主题就到这里，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我这里再提一下，请大家一定要点赞啊！点赞就在这里啊，点一下啊，视频下面就有一个点赞啊。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抵抗2件事？第一个，平台的限流啊。第二个就是5毛对我们的攻击，你看今天5毛也来的很多啊。那么所以希望大家多给我们点赞啊。那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啊，互动3个情况、问题、观点，好吗 ？OK， 好，我们现在进入明谢司徒平，谢谢。George Lu， 谢谢。每天听王先生的节目，看起来地摊经济也变成政治任务了。是的，你现在看各个地方强推地摊经济。中国的问题是这样的啊，中国的问题，当权力一介入的时候，这件事情就变质了啊。当权力一介入这件事情的本质就变成了政府的工具了啊。就是说。你比如说直播啊，直播本来是个网友的行为啊，
他慢慢发现，很多人发现呀，直播很挣钱，结果大家都去直播，一哄而上，很多人都在搞直播，搞着搞着，政府一看，哟，大家都在搞直播，我得管一下了，手就伸到直播间里去了，这件事情就开始变质了。同样的道理，地摊经济也是一样，当政府在推动地摊经济的时候，这件事情就变质了。就有2个风险，第一个风险我刚才讲了，道德风险，你政府在鼓励大家干这个事情，好，这件事情要干败了怎么办？你要不要承担后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真的他可能会如果对老百姓来说，如果真的管用，就是地摊经济真能把这些人养起来，这后果是什么？那后果商场那些人就养不住了。商场啊、商店啊、门店啊，或者是购物中心的人就养不住了啊，钱就这么多，你往哪儿分的问题啊。那如果养不住，那这些人该怎么办？那地摊都没摆成，那就肯定是身无分文了。那政府该怎么办啊？这是个问题。ACISA 谢谢啊，请大家别忘了点赞、检查、订阅，支持王老师的节目。最近硬核新闻太密集，王老师注意休息啊。OK， 美西加油啊！是的，最近新闻是比较密集啊。Daniel 梁谢谢 ，Birding War 谢谢米卡卡谢谢，贝拉瑞谢谢，马宁谢谢，瑜伽树谢谢 ，Yoga Tree 啊，好。观点：城管之前的工作是驱赶小贩，现在的工作是招商引资啊，魔幻吧，非常魔幻啊！所以共产党的事情就是翻云覆雨，翻云覆雨，这就是集权特征，就是我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啊。观点：地摊经济会支撑一些假货和食品的批发商和城管，但有些底层会把最后的家底赔光，真的会死人的。是这样的，真的是这样的，我也是这么认为，我很担心这一点啊，我很担心这样，就如果你把最后的一点钱赔进去了，那怎么办？政府又不救啊。汇报一下，这几天国内的地摊概念股狠狠地涨了一把，什么供销大集、小商品城、广百股份连涨好几天，这些跟他们有关系吗？没关系啊。这个中国股市也是瞎炒啊。观点：今天的段子，上半年关在家里练的凉皮、油条、煎饼果子，原来是为了下半年地摊经济准备的。观点：地摊本身不创造价值，只是倒卖而已。问题是没有消费力，地摊经济也无法维持。地摊本身不创造价值，那商场本身也不创造价值。所有的流通环节都不创造价值，如果你这样的逻辑的话，不对的啊。当你去批发市场批发一个货，运到你的摊贩，运到你的商店来，运到你的摊位来，然后你就把它摆好开始卖的时候，这些动作都在创造价值。创造价值不一定是要做个东西，提供服务也是创造价值啊。地摊经济就是击鼓传花，小企业的积压货转到平头百姓的手里而已啊。也可以这么说，但是你得有人买啊，你得有渠道啊，这都是个销售行为，你不能说积压品减价卖，然后就卖到老百姓手里，只是个转移啊，击鼓传花。除非不给钱，不用给钱，你算击鼓传花。你要给钱，那是个交易啊。观点：强队现在借着地摊的事情炒作50的车，不食人间烟火的粉红学生和岁月静好的城市中产十分热爱这种似乎很欢乐的新闻。真的因为找不到工作而去摆摊的，顶多弄辆3轮车推车，哪有大几万块钱买一辆50？感觉在宣传口眼里，穷人都不是人。这是一个什么现象啊？这就是我就是说，就是现在的这个
现在这个宣传啊，洗脑工程已经有2个重大的趋势啊。第一个趋势就是反制。什么叫反制呢？就是越洗人越蠢，就是脑子不灵了，根本因为他不让你动脑子，你基本上不需要思考，所以就是反制，越洗智商越低啊，这是第一个趋势啊。越洗脑子基本上进水了，全部都是这样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反常识，违反常识，他为了达到他的目的，他就把很多常识给灭掉啊，就是因为他用他的逻辑取代了常识，所以大家都没常识啊，都不用常识。本来我们平时判断一件事情的正确与否，未来发展都是常识，但是在他的语境当中不存在常识，所以反常识。你不存在常识，你就是反常，因为你在用你的逻辑在替代常识，结果这个墙里的人就在往这个方向发展，一个是反制，一个是反常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么荒谬的事情才会大行其道，就是这些媒体完全不管，就是这些小编们，首先小编们已经洗成弱智了啊，洗成反常识了，然后小编们把这些违反常识的新闻放上去让大家看，就是这样啊。情况昨天还想着练摊，今天已经放弃，管理费太高。我们所在的雨花台区，听说管理费周一到周五200一天，周六周日600一天。我的天，我着实吓着了。我们这种上班族要摆也只能下班到晚上几个小时，却交那么高的管理费，卖点小东西不知道挣几个钱，罢了，吃不了这口饭。一天200块钱，我的天，你能挣200块钱吗？这不是地摊，这是购物中心好吗？你想想，柜台以前那个1米的柜台1个月多少钱？你想600块钱一天是什么概念？你就说，如果你这么算的话，一周5天就是一周5天加上星期六星期天5天1000 1200 2200乘以4 8800加个零头9000来块钱，我的天，这个怎么做？这做什么生意？卖什么呀？这是情况。中堂大人在位这么多年，不动则已，一鸣惊人。一，大众创新，万众创业失败。年轻人把祖先在路边上营生包装一下，搬进装修富丽金碧辉煌的门店啊。二， P2P 没有配套政策法治，没有试点，一声令下轰轰烈烈，最后死得惨不忍睹，家破人亡。第三，地摊经济，各大媒体纷纷鼓吹，政策一分钱，纾困经济不出，想用此招缓解数以亿计的失业大潮，最后还是一地鸡毛。总结的非常好。还有一个什么取消高速公路收费站也是一地鸡毛啊。我们可以哪天把这个李克强一地鸡毛的这个政策好好的梳理一下啊。李克强也是干很多这种事情啊。观点，这个国家干什么都是行政命令而不是疏导。那些当年因为摆摊死了的人，那些怀胎7月被强制堕胎的妇女是一样的，这样被埋葬在党领导的虚幻国的地基里了。就是让你生是我让你生，不让你生也是我不让你生，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人权啊！就是当老百姓、当民众没有权利的时候，或者是民权被压制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啊，就是翻云覆雨，我想干嘛我就干嘛，我想拍脑袋定一个政策就拍脑袋定一个政策，就这样啊。情况，我们县城摆地摊要交不菲的卫生费，现在晚上摆摊还不如李克强讲话之前。
当然，这就像什么？这就像改革开放啊。改革呢，当你没有政治权利的时候呢，所有的改革对谁有利？一定是对当权者有利啊。当你没有权利的时候，你让你摆地摊意味着什么？你还是得不到好处，得到好处的还是有权利的人，就是这么简单啊。观点坐标辽宁，现在摆地摊的政策已经在辽宁落地。锦州的政策是在早市和夜市增加一定数量的摊位，但是这里的夜市的摊位号都炒得很贵，真正需要摆地摊的人根本弄不到号，又一次把所谓的惠民政策变成了一些部门的敛财工具，就是这样。观点摆地摊能算就业？生病天灾咋办？上班还可以请个假，形势不好就扣点收入。但你摆摊敢阴天不出摊？观点现在鼓吹地摊经济，实际上对过去10几20年大力发展国有经济的否定。在现在这个需要对国家就业情况做出贡献的时候，那些拿了大量资源的大企业竟毫无作为，甚至开除员工，制造更大的失业。国企本来就不是就业的主体，国企怎么是就业主体？国企从来就不是就业主体啊！就业主体是什么？就业主体是中小企业，中小企业都不是国企。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很清楚的啊，所以大力发展国有经济意味着什么？解决不了就业问题啊。观点16到18年广州摆了2年，说实话，摆地摊想要生意好，位置很重要，所以会需要老乡抱团，有时候为了位置打架，然后才是看卖货的人的口才，然后才是卖的产品。有碰到很厉害卖衣服的，一天确实营业额有1000、2000，但是没有口才的、不会说话的人，也是一天卖不了什么货的。摆地摊那是什么行业？那是零售业，大家把零售业看得太简单了好吗？零售业是什么？零售业最重要的资源是什么？位置。零售业的位置差1米，营业额可以差30%到40%，你信不信？所以零售业很重要的是什么？位置。位置谁来决定？2样东西决定。第一个，权力决定，有人在那里安排黑社会也好，政府安排，他会干嘛？他会收取利益。如果他有权利安排位置的话，那么找到一个好的位置一定要付出代价生意越好代价越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权力不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什么解决这个问题？拳头。就这2样东西才会帮助你拿到好的位置，就是这样啊。前面要付出代价，后面要付出暴力啊。那这个社会会变成什么？当你这个社会在发生一些这样的情况的时候，这个社会会好吗？不会好的不会好的。观点摆地摊不是经济，而是生计，其实就是外贸没了，工厂死火了，海量工人失业了，整个社会产业链掉链子了。为了避免社会动荡，采取的迫不得已、放不上台面的权宜之计而已。太棒了，这个描述啊！接下来微博上会出现这样的标题：我在义乌摆摊，月入10万；你在北京写字楼吹空调，焦虑还贷。今天你对摆摊的我爱理不理，明天摆摊的我让你高攀不起。好，这个非常好，这个网友很厉害。人生得意须摆摊，经985博士辞职摆摊烤面筋，1年买豪宅。好，非常好，非常棒啊！段子打开新闻联播，汉唐盛世，转头看向窗外，光绪末年。光绪末年不差的
光绪末年是不差的啊，经济还挺好的。观点：中国的商场经济从淘宝类的电子商务出现就已经走下坡路了，数十年不断上升的房价让商铺经营的风险成本高到极点。在中国商铺经济的商铺转让率很高，即使没有疫情，中国商铺经济也基本处于全面崩溃边缘。万达商场多年亏损，商铺经济的经营者遍地是房车贷款负债率偏高的群体。中国的商场是被电子商务冲击非常大啊，非常大。但是你可以看一下日本啊，日本的这个电子商务和它的商场结合的非常好啊，所以你看日本啊，这里面有2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我自己体验，我也经常去商场，其实我很爱逛商场啊，但是我经常去商场逛了半天，我有的时候我想去买东西，结果没买东西出来了，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的商业还是非常的不发达啊！你去香港的商场，你进去一逛都不愿意出来，就是2个手拎不动你才出来。就美国的商场也差不多这样，中国的商场你逛了半天不行，根本就不行。所以当然其中有一条就是电子商务对中国的商场对购物中心冲击很大，这没有疑问。但是冲击很大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什么？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的商业本身不发达，它本身很落后，所以才这么容易会被冲击。而你看日本的零售业啊，我在日本我逛商场，我觉得它还挺不错的啊，就没有太受影响啊。原因是什么？它的零售业，它的商业非常发达，它变成什么呢？你去逛商场的那种体验，绝对不是你在网上购物所能够得到的这种购物体验。所以而且它的那种业态的丰富性，它的这种服务啊，它这种服务的这种水平，你在网上购物那是不可能得到的。所以大家也愿意去商场。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你看中国的商场被电子商务冲击的严重，有业态的问题，也有本身的发达程度的问题啊。情况，王老师您好，您辛苦了。今天瑞典官方新闻证实，近期美国大动乱有 CCP 插手，鼓励扩展趋势和骚乱范围，正中了那句话，只有人们想不到的奇葩事实，没有 CCP 做不到的罪恶行径。之后我查看了其他媒体也有同类报道，我也看到了啊，但是它是什么情况？我们现在还不能确定什么呢？我们还不能确定这是不是一个全系统性的行为。如果这是个全系统性的行为，就是全面介入啊，在做这件事情，我觉得那后果会非常的严重啊。提问：王先生能讲一下 CCP 最痛的地方吗？美国现在打到这些痛点了吗？他们的痛点都在美国那里吗？那CCP 最在意什么？最在意一样的东西，政权啊，政权是 CCP 的命根子，没了政权他啥都没有啊，他肯定会被人清算的，所以这个问题是 CCP 最重视的问题，这是第一条。好，它的痛点在哪里？所有跟政权有关的问题都是它的痛点，所有跟政权有关的东西，你比如说墙是它的痛点，你要真把它墙给拆了，那影响太大了。这是一个啊，墙为什么？
封住，把14亿人封在墙里头，让他得不到其他的信息源，才能够建立一个完整的洗脑链。我们叫洗脑链啊，洗脑就是你要封闭啊，然后就是不断的控制所有的媒体，然后不断的发放我们好，他们坏这样的信息，各种信息的结论都是这句话，这是一个洗脑链啊。强是维持这个洗脑链的一个关键要素，这是它的痛点，有没有达到？没达到啊，还有很多比如说我们这暴力啊，暴力是它的一个维持政权的一个很重要的工具。那么这个暴力会不会得到？如果这个暴力是被广泛的传播的话，它的暴力会被遏制。所以媒体很重要，就是媒体的报道非常的重要和关键。为什么中国一直在把这些西方的媒体赶走？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个。所以呢，强很重要，媒体很重要，所以他们为什么要在网上建立那么庞大的一个队伍去过滤这些东西？就是当他的暴力不被曝光的时候，那他就肆无忌惮。所以我为什么讲在香港和在天安门是不一样的？原因是在哪里？它最重大的区别在哪里？就是在天安门广场6·4的时候，他们在开枪之前做的一个动作是什么？关灯，把天安门广场所有的灯全关掉。就是他们施暴的时候是没有人看见的。但是在香港不同，香港100万人、200万人上街，所有人在那里的时候，香港的媒体、香港的记者忠实的执行了他的职责，拍照，他们所有的行为都会被拍下来，这是个非常重大的力量，这是个重大的制约。所以这件事情传播到全世界，为什么香港有今天这个局面？其中有一个原因，除了香港人的抗争，坚定不移的抗争以外，还有一个力量是什么？就是媒体。媒体就是自媒体也好，传统媒体也好，各种媒体把香港发生的所有的事情传播到了全世界，在全世界的面前展示了这件事情，这也是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还有很多，我们就一下讲不完，就举这2个例子吧。强是个例子，媒体是个例子，就是曝光是个例子啊。情况今天10点，川普开记者会，公布5月份就业数据，5月新增就业250万，失业率降到 13.7%。川普很高兴，当然非常，这个跟我们预期是差不多的啊。美国经济应该会 V 字反弹啊，会 V 字反弹。原因是什么？原因是美国政府对中小企业进行了救助，那么大部分的中小企没有倒闭，它还活着。只要经济一重启，一 reopen， 只要你一开放，这中小企马上就出来，马上出来。如果它真的大家都出来消费啊，因为现在大家都憋得够呛啊，只要一开放就会出去消费，一出去消费，中小企正好打开门做生意，马上就恢复了。所以我觉得美国经济会比想象的要恢复的快啊。情况，我认识的一个学生家长是政府扶贫人员，上级要求他们住到贫困户同吃同住，不扶起来就别回来，胡闹得很，对呀，不把人给吃穷了嘛，这得多双筷子。观点，80年代摆摊虽然苦，但是人们对未来还有希望。如今再摆摊是没有了其他出路，对未来的无望，没有了制度的保障，走来走去，结果就是40年的一个可怕轮回。观点，中共执政以来没有一项政策是惠民的，每一个政策出发点都是稳定他们独裁政权的考虑，非常正确。观点，感谢王老师的分析。之前我一直不明白，地摊经济只是提高了就业数字，并不能解决宏观经济的系统性问题，冲击商铺，消费降级，恶性竞争造成浪费。今天听老师讲，
讲我明白了为什么会推出地摊经济，是希望给失业人口找点事儿干，让他们不要闹事，地方政府还可以收摊位费，增加一笔额外收入政策逻辑依然是维稳，非常正确。好，时间到，我们现在读不完了。明谢 Sharon 张，谢谢王老师讲财经很专业，分析政治眼光犀利，支持，谢谢啊。QZ 谢谢 John Snow 谢谢王先生辛苦了，请王先生吃龙眼好吧。有些城市地摊收费每月3000，每年36000，对困难的人来说并不容易。什么并不容易？非常困难啊。好吗？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再见。